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14章。第一次打擊。我非常慶幸自己甩掉了常約翰，於是開始自得其樂，表有興致地探索着我所在的這片陌生的土地。我穿過了一片長滿柳樹、蘆葦和其他奇形怪狀沼澤地特有的樹木的沼澤地帶。現在我來到了一個起伏不平、開闊多沙的地帶的山腳下，這片地大約有1英里長。零星地點綴着一些松樹和許多扭曲的樹木，它們的高度與橡樹相似，但葉子顏色更淺，像柳樹一樣。在那片平原的最遠處，矗立着一座小山，它那2個風景如畫、陡峭的山峰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我第一次體驗到探索的樂趣。島上荒無人煙，我的船友們都落在了後面。我面前除了野獸和鳥類，再沒有其他活物。我在樹林間漫步，這裡那裡開着一些我不認識的植物。我不時會看到一些蛇，其中一條從它所在的岩石縫隙中抬起頭來，向我發出嘶嘶的聲音，那聲音像陀螺旋轉時發出的聲音。我當時幾乎沒有想到那是一個致命的敵人，那個聲音不過是響尾蛇著名的 rattle 聲。然後我來到一片長長的像橡樹一樣的樹林，後來我才知道是勝利樹。它們像荊棘叢一樣沿着沙地生長，它們的樹枝彎曲奇特，樹葉濃密得像茅草屋的屋頂。這片樹林從一個沙丘的頂部向下延伸，那裡有好幾個沙丘，隨着它向下延伸而變得越來越寬闊高大，直到到達寬闊沼澤的邊緣，那裡蘆葦叢深。穿過這片沼澤，最近的一條小溪蜿蜒流向停泊處，在炎熱的陽光下，沼澤上升起一層薄霧，透過朦朧的熱氣，望遠鏡山的山影在微微晃動。突然，灌木叢中傳來一陣響動，一隻野鴨尖叫着飛向空中，另一隻緊隨其後。很快，整個沼澤的上空就被一大群盤旋鳴叫的鳥兒所覆蓋。我立刻猜到我的一些同伴正在接近沼澤。我沒有猜錯，因為很快，在很遠的地方，我聽到一個低聲說話的聲音。我仔細聆聽，聲音逐漸變得清晰起來。這讓我感到非常恐懼，我手腳並用地爬到最近的一棵勝利樹下躲起來。在那裡我蹲着，仔細地聽着，像死人一樣安靜。另一個聲音回應了第一個聲音，然後這個聲音，也就是希爾弗的聲音，繼續他的敘述，並且說了很長時間，只是偶爾被另一個聲音打斷。從他們的語氣來看，他們一定在非常激烈地說話，幾乎是兇狠的，但是沒有一個字清晰地傳到我的耳朵裡。最後，說話的人似乎停了下來，也許他們已經坐下了。因為他們不僅停止了靠近沼澤，而且鳥兒們也開始平靜下來，重新回到他們在沼澤周圍的位置。然後我開始覺得我正在疏忽我的目的，而且，既然我已經足夠魯莽，和這群亡命之徒一起下了船，我至少應該聽聽他們在他們的秘密會議中策劃些什麼。我決定我的責任顯然是盡可能地靠近他們，利用那些低矮的樹枝來掩護自己。我非常準確地辨別出聲音傳來的方向，不僅是通過這些聲音本身，還通過少數幾隻仍在入侵者頭頂上方驚慌盤旋的鳥類的行為。我慢慢地，但肯定地爬向他們，直到最後，我從樹葉的縫隙中抬起頭來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沼澤的一側，靠近岸邊樹木的地方，有一個長滿青草的小洼地。在那裡，常約翰·希爾弗正與另一名船員面對面的交談。陽光直射在他們身上。希爾弗把他的帽子扔在地上，他那張巨大的、光滑而紅潤的臉閃着汗水，並且用懇求的表情仰視着另一個人的臉。
夥計，他正在說，那是因為我認為你像金沙一樣寶貴。金沙，你一定要相信，如果我不喜歡你，你認為我會把你帶到這裡來警告你嗎？事情已經敗露了，這是沒有辦法挽回的。我告訴你這些是為了保住你的性命。如果那些畜生中的一個知道了，我會怎麼樣？湯姆，告訴我，我會怎麼樣？希爾弗，另一個人說，我注意到他不僅臉色發紅，而且說話的聲音嘶啞而顫抖，像一根繃緊的繩子。希爾弗，他說，你年紀大了，而且很誠實，或者至少有誠實的名聲，而且你還有錢，這是很多水手所沒有的。而且，如果我沒有弄錯，你很勇敢。現在，你能告訴我，你是怎麼被這群惡棍帶壞的嗎？特別是你，就像上帝在看着我一樣，我寧願失去我的手，如果我違背我的職責。然後，突然間，他被一陣響動打斷了。他剛剛找到了一個誠實的水手，好吧。就在那一刻，傳來了另一個水手的消息，在遠處，沼澤中央，突然響起一聲尖叫，像是憤怒，然後是比第一聲更遠的另一聲，緊接着是一聲漫長而可怕的嚎叫。望遠鏡山的岩石回盪了20多次，沼澤的鳥群再次起飛，遮蔽了天空，發出一種同時響起的嗡嗡聲。過了很長時間，當我的耳朵裡還在回響着那聲死亡的尖叫時，寂靜重新統治了沼澤，在那裡只能聽到鳥兒落在樹枝上的聲音和遠處海浪拍岸的轟鳴聲。此外，午後的慵懶氣氛依然如故。聽到響動後，湯姆像一匹被馬刺刺痛的馬一樣跳了起來，但希爾弗甚至沒有眨一下眼睛，他仍然站在原地，輕輕地靠着拐杖，像一條即將撲向獵物的蛇一樣，注視着他的同伴。約翰，水手說，向他伸出手。把手拿開，希爾弗喊道，像一個訓練有素的體操運動員一樣，以極快的速度和技巧向後跳了一馬。至少，在我看來是這樣。把手拿開，如果你想這樣，約翰·希爾弗，另一個人說，做賊心虛的人才會怕我。但是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告訴我那是什麼？那是什麼？希爾弗回答說，在遠處微笑着，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小心謹慎，眼睛眯成了2個小點，但在臉上卻像玻璃碎片一樣閃閃發光。那是什麼？哦，我想那應該是艾倫。聽到這個回答，可憐的湯姆像英雄一樣激動起來。艾倫，他喊道，願一位真正水手的靈魂安息。至於你，約翰·希爾弗，我們是老相識了，但你已經不再是我的同伴了。如果我像狗一樣死去，那也是在履行我的職責。你殺了艾倫，對吧？如果你能也殺了我，我向你挑戰。說完，那個勇敢的人轉過身，背對着廚師，朝海灘走去，但他注定走不了多遠。約翰喊了一聲，抓住一棵樹的樹枝，從胳膊底下抽出拐杖，把那個臨時的投擲物扔向空中，用尖端擊中了可憐的湯姆的背部中間，在肩胛骨之間，力道極大。湯姆舉起雙手，發出一聲像是被扼住的悶哼，倒在了地上。很難判斷他是受了重傷還是只是輕傷。雖然從撞擊的聲音來判斷，他很可能脊椎已經斷裂了。不管怎樣，他沒有時間恢復。希爾弗像猴子一樣敏捷，即使沒有拐杖，也在一瞬間撲到了他身上，並將刀子2次深深地刺入他的身體，直到刀柄。從我藏身的荊棘叢中，我聽到他在揮出那2刀時沉重地喘着氣。我不知道暈倒到底是什麼感覺，但我知道的是，有一段時間整個世界都在我周圍旋轉，消失在一片滑溜溜的霧氣中。希爾弗和鳥兒，
還有望遠鏡山的山頂，一切都在我的眼前旋轉，頭朝下，同時我的耳朵裡回響着各種各樣的鐘聲和遙遠的聲音。當我終於恢復過來時，那個怪物已經恢復了鎮定，再次把拐杖夾在胳膊底下，把帽子戴在頭上。就在他的腳下，湯姆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。但是那個兇手沒有理會他，而是用意把從地上拔起的草來擦拭他那把沾滿血跡的刀。其他一切都和以前一樣。太陽仍然無情地照耀着冒着熱氣的沼澤和高聳的山峰。我幾乎無法說服自己，剛剛發生了一起謀殺案，一條人命在幾秒鐘前，就在我的眼前，被殘忍地奪走了。但是約翰把手伸進口袋，拿出一個哨子，並從中吹出幾種不同的調子，這些調子穿過悶熱的空氣，消失在遠處。我當然不知道那個信號的意思，但我立刻感到我的恐懼被喚醒了。會有更多的人來，也許他們會發現我。他們已經殺死了2名誠實的水手，在湯姆和艾倫之後，下一個會不會是我？1秒鐘也不敢耽擱，我開始在茂密的灌木叢中穿行，手腳並用地爬回起點，盡我所能快速而安靜地前進。當我前進時，我聽到老海盜和他的同夥們互相呼喊的聲音，那些危險的聲音讓我的身體充滿了力量。我一走出樹林，就以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速度奔跑起來，幾乎沒有注意到我倉皇逃竄的方向，只求能遠離那些兇手。當我奔跑時，恐懼越來越強烈地攫住了我，直到變成一種近乎瘋狂的狀態。說實話，還有誰比我更迷失方向呢？當警告的槍聲響起時，我怎麼敢回到小船上，混進那些身上還冒着謀殺血腥味的惡魔中間呢？難道第一個看見我的人不會像擰小雞脖子一樣擰斷我的脖子嗎？難道我的缺席本身不就證明了我的驚慌，從而也證明了我致命的發現嗎？我想一切都完了。再見了，伊斯帕尼奧拉號。再見了，鄉绅、醫生和船長。我除了餓死或死在叛變者手中，別無選擇。當所有這些念頭在我腦海中閃過時，正如我告訴你們的，我一直在不停地奔跑，並且不知不覺地來到了那座雙峰小山的腳下，進入了島嶼上勝利樹生長得更加稀疏、外觀和大小更像森林樹木的那一部分，與它們混雜在一起。這裡和那裡有一些松樹，根據情況不同，高度從50到70英尺不等，空氣的氣味也比沼澤附近的地方更清新。就在那裡，一個新的警報讓我僵住了，我的心臟劇烈地跳動着。